不知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坐在了他们中间，手里还提溜着一篮烤好的猪肉。虽然哥布林巢穴也饲养了猪羊等家畜，但由于贡原小于求，低级哥布林，哥布林平时也很难吃到肉。哥布林们自然也不跟努尔客气，各自拿上一块烤得滋滋冒油的猪肉，抹上一点盐巴，就开始嘎吱嘎吱地啃了起来。小子，上道！众哥布林纷纷称赞道：“现在不能和这畜生翻脸，还没到背刺的时机。”独眼暗自提醒自己，很快调整好了面部表情，甚至不忘拿上一块烤肉。他当然不能对努尔讲实话，只好装模作样地说：“这不是王的大红人吗？怎么你也过来了？”努尔感道：“这不是也来蹭餐饭吗？其实说到我现在的地位，独眼兄弟，这没你还真成不了。啥情况？”其他哥布林们顿时竖起耳朵准备吃瓜，独眼则是为之一论。他疑惑地问道：“此话怎讲？”努尔真诚地说：“独眼兄弟，我得先向你说声迟来的道歉。1年多前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怪我那时候不懂事，抓下了你的一只眼睛。他妈的，畜生东西！你自己原来清楚啊，现在害怕了就想和解了。”独眼当然不可能就这么冰释前嫌，只是表面上客气地回复道：“哪里，那时都还小，我早就不在意了。今天听到兄弟道歉，我仅存的些许不满也一同烟消云散了。先把这蠢货稳住，让他以为我真不在意，放松警惕了，那刺杀的概率就更大。”其他哥布林由衷的赞叹：“独眼小老弟好气量，感谢独眼兄弟的宽宏大量，我也一直对此感到愧疚，如今说出来了，当真痛快。以后兄弟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找我。”努尔诚心道谢，甚至站起来鞠了个躬。那我就继续刚才的话题了。王后面对我讲了，并非我冒充哥布林贤者时，他才决定召见我。其实他早在我们刚出生时就注意到我了。什么？哥布林们大惊，没想到今天来喝酒还能有意外收获。连独眼也愣了一下，他有些看不明白努尔要做什么了。打着9个的低级哥布林挠了下头：“是你和独眼老弟打的那一架，吸引了王的注意。”努尔很是诚恳的点点头：“是的，幸好王的暗部当时就在附近，救了独眼兄弟，不然我就要为失手杀了兄弟，愧疚一辈子了。”他说的部分内容确实是真实的。努尔也是之后才了解到，那2个身披黑斗篷、会使用圣光术的高级哥布林是王的得力心腹，平常一般不会出现在哥布林们的视野里。真话假话掺着说，才能使他编撰的内容更为可信，达到他最想要的效果。独眼也逐渐想起来了，在他记忆模糊之时，似乎是有2个厉害的家伙救了自己。他微不可见地皱了下眉头，继续听努尔诚心诚意地讲述着，刚出生的幼崽厮杀是很极其少见的事，这让王有了不小的兴趣。王就对我，也就是战斗的胜利者，进行了秘密的鉴定，发现我即使有些天赋，也没到值得他重视，甚至亲自教导的地步。但王觉得我在刚出生不久就能做到重伤同族，这在哥布林巢穴的历史上也是稀罕的。他因此觉得我拥有比起表面天赋那种无法被具体鉴定的可能存在的潜力，认为我是值得培养的。当时王又正好烦恼年轻低哥布林中普遍缺乏稀缺天赋，于是决定重点培养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地培养自己的天赋。这段话的潜在意识是，如果赢的不是努尔是独眼，那么独眼也会获得他现在的地位与资源。通过将独眼当成垫脚石，努尔才能有今天与广大低级哥布林与众不同的待遇。这对围观的哥布林来说还好，他们不是被踩的那个倒霉蛋，不用感同身受。但对独眼就不同了，一个家伙弄瞎了你一只眼睛，不但没啥惩罚，甚至还借此平步青云，地位待遇生活质量远高过你。而他甚至还跑到你面前，告诉你他因此对你有些抱歉，能有今天是真的多亏了你。这放一般的低级哥布林身上，早就翻脸掀桌了。独眼感觉自己的血压在侧摇，层层上涨，拳头在嘎吱嘎吱的变硬。这混账到底是来道歉的，还是来炫耀的？但他硬生生的忍了下来，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诺尔兄弟，你有些妄自菲薄了。他插嘴道：“就算最开始确实是我们2个的打架让王注意到了你，但你之后的地位与成就还是得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啊。”一旁的低级哥布林也如梦初醒，纷纷附和：“对啊，如果不是努尔老弟，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大炮？努尔老弟，你把自己看得太轻了。”努尔放下肉，苦笑道：“各位大哥，兄弟有所不知，这些真不是努尔的功劳。其实这涉及到王的隐秘啊，隐秘。”吃瓜群众们酒也不喝了，肉也不吃了，全部竖起了尖耳朵。难道大的要来了？努尔郑重其事地说：“我需要各位保证，接下来我说的话，大家都得烂在肚子里，一个字都别说出去。”等到哥布林们纷纷保证后，他才继续说道：“你们平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王和那些高级哥布林要比我们懂得多得多？他们和我们不都是哥布林这个种族吗？凭什么？”独眼想了想，因为他们的天赋天生就比低级哥布林好，所以王才会加大培养力度，将本来就存在的智商等差距拉得更开，到高级哥布林与低级哥布林之间形成阶层断层。不对，努尔摇了摇头，我可以告诉你们，王手下所有的哥布林当初生是和我们一样，没什么天赋。如果王指早有稀缺天赋低哥布林重点培养，那数量根本无力撑起这个庞大的地下王国的统治机构。真正的原因是王，甚至上一代王早年在魔界那边历经险阻，找到了一批恶魔果实。努尔直接用了上辈子看过的一部漫画的设定来继续编故事，但愿漫画作者和出版公司不会跑到异世界来告他侵权。所有哥布林都听傻眼了。努尔一本正经地扯道：“这果实是绝对的巢穴机密，是决定了上层社会统治下层广大低级哥布林们的真正的神经。只要吃了一个恶魔果实，你的智商、力量等能力会大幅度提升，获得一个高级哥布林的专属天赋，比如哥布林骑士，还有概率获得哥布林族未掌握的知识，比如我提到的大炮就是这么来的。这种东西就连外界的魔族、人类大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否则王也拿不到。只要你引起了王的兴趣后，再对他效忠，最好是甘愿跪下舔王的脚趾的地步，他就会赐给你一颗恶魔果实，让你从此平步青云，大富大贵。至于那天我向王推荐自己，就是完全的逢场作戏了，帮助我服众而已。”努尔甚至还细心地打着补丁，我相信大哥们肯定觉得我说的很荒唐，我自己刚了解的时候都觉得太扯了。但是现实就是这么荒诞，大哥们，你们有的应该经历过，
原本和你们一个水平的家伙，突然就被王选中搬到古城区，再之后就成了哥布林骑士啥的，也基本上不和你们联系了。低级哥布林们开始思索，经过努尔一提醒，他们才发现好像确实是这样。我就说大板牙没比我聪明多少，怎么就成了哥布林萨满？再见面就翻脸不认哥布林了，直接让老子滚蛋！卧槽，你也是！我以前有个酒肉朋友，和我经常一起喝酒的蠢货，后面当了哥布林骑士后，那个鼻子都他妈翘到天上去了。我去找出他就告诉我，他是王最忠诚的得力干将，已经和我这种垃圾不一样了，把我直接扔了出去。低级哥布林们你一言我一语，惊奇的发现他们之前确实自动忽略了这奇怪的现象，直到努尔一语惊醒梦中哥布林人。努尔点头道：“各位大哥，这就是因为吃了恶魔果实要保守秘密，所以心虚了的体现。我能有今天这个地位，全靠这个恶魔果实，所以我才一直格外羞愧的不能自已，独自离开了。独眼兄弟因为我受了重伤，而我不但没受相应的惩罚，还取得了我根本不配的地位，这就像一根刺，深深的扎入我的心中，使我越来越羞愧难当。我特此再向独眼兄弟做一个真心的道歉，对不起。”鞠了一躬，未等独眼发话，周围的哥布林们便纷纷劝道：“努尔兄弟不必过多自责，你明明成了哥布林上哥布林，人上人，还能不忘初心，愿意放下身段来向独眼兄弟道歉，说明原委，而不是像我那个酒肉朋友一样，彻底成了混账，简直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真羡慕独眼兄弟交了一个这么好的朋友，可能这就是不打不相识吧。”独眼的脸都绿了，他简直就像被这群蠢货架在火上口，不得不强行挤出笑容，对努尔说道：“努尔兄弟，我本就放下了，如今听你一番肺腑之言，更是感动。你这个朋友，我独眼交的值，干杯！放下酒杯，努尔兄弟。”而暗自感慨，独眼这家伙确实不是等闲之辈，能把出生时的仇人到现在，这不是一般的星星。同时，他也在提醒自己，绝对不能轻视独眼这个敌人，对方肯定为背刺自己或琥珀做足了准备。不过，他的杀招才要刚刚开始。一只头上缠了一圈布的低级胳膊猪猛灌了一大口酒，大大咧咧地说：“独眼老弟，那你这确实太可惜了。如果你当初赢了，那能成为王的义子的，可不就是你了吗？”独眼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大嚼了2口猪肉后，才说道：“大哥说的有一定道理，但现实哪来那么多如果？我能像今天这样和各位大哥、摩尔兄弟快活的喝酒吃肉，就很满足了。”另一只耳朵缺了一块，酒气冲天的低级哥布林用油腻的爪子挠了挠头，说道：“可是如果换独眼老弟吃了恶魔果实，说不定能把阳痿治好嘞。”噗！在场正在喝酒低哥布林全部喷了出来。努尔很是惊讶地说道：“大哥，你醉了，最好不要讲。缺耳朵的哥布林打来的酒哥摆了摆手，我没醉。独眼老弟这事前阵子在配种洞穴那边挺出名的，我今天也是本着好意才特意提到。努尔老弟，你说的那个恶魔能治疗或强化那方面的功能吧？”努尔仔细琢磨了一下，尽可能回忆道：“我不知道对阳痿有没有用，但是增强那方面的功能确实是可以的。王就是靠着恶魔果实才能愈战愈勇，彻底征服了他的极品王妃。”哦，在场的低级哥布林们倒吸一口凉气，恶魔果实这种隐秘还好说，这种事情知道了是真的要掉脑袋的。缺耳朵的哥布林很是关心的问：“所以你看，你要不要给独眼老弟整一个恶魔果实治一治？”努尔有些为难的说：“大哥，目前还不适合，等我地位更高些吧，我尽量给独眼兄弟整一个。”不用了，作为我对独眼兄弟真情实意的补偿，说了，老子真他妈不用。独眼突然暴起，大声吼道，将酒杯猛地摔在地上，将哥布林们都吓了一跳。他的额头青筋凸显，面目格外狰狞，谨慎的那只眼睛似乎恨不得直接冲出眼眶，就算没有利齿也要把木耳撕掉。这确实是那种恨入骨髓，想生吞活剥了努尔的眼神。独眼确实比一般的哥布林聪明，但也正是因为他聪明，所以他才看出来了。他一直以为是朋友的，今天一起喝酒的低级哥布林们，大部分都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努尔这个混账的跟班，所以一群家伙才他妈蹬鼻子上脸，把他不怎么愉快的往事都抖出来讲，还假惺惺的让努尔帮忙想办法。努尔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压根就是借着道歉的机会装模作样，实则好好的炫耀与嘲笑他一番。独眼老弟突然咋了？这时缠布哥布林很是惊讶的说：“这不是趁着努尔老弟在场的机会，大伙一起帮你想办法吗？”努尔赶紧出来打圆场：“喝多了。今天大家都有点喝多了，情绪有些激动。独眼老弟休息一下就好了，就算没恶魔果实，身体不也还在发育呢？说不定之后就自然而然的好了。”滚！一声巨吼，把油灯里的蜡烛火苗都震得颤动了一下。独眼全身都在发癫似的颤抖，他阴毒仇恨的眼光扫过了在场的每一个哥布林，像是暴风雨即将前来般压抑而低沉地下的逐客令：“我身体不舒服，今天散了吧。”虽然独眼最后还是没有当场杀过来，但努尔确认已经激降到他想要的程度了。他现在每蹦跶1分钟，对独眼而言都是一种生不如死的针扎般的煎熬，只怕在复仇成功前每一晚都要睡不着了。他于是赶紧奔车卖溜：“今天我把大家当朋友，所以说了很多不该说的，大家烂在肚子里就行，千万别外传。那么我先走了，独眼兄弟你也别生气，我会尽快补偿你的。”再坏，他甚至不忘记礼貌地向独眼挥了挥手。等哥布林都走后，独眼本就千疮百孔的心境彻底崩溃了，他的脸极度扭曲，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响，最后抄起为数不多的家具猛地向地上砸去。“死亡！死全家的贱种，我干死你妈！老子要把你和你的婊子妈碎尸万段！”某处隧道，努尔和几只低级哥布林一起走着，正是刚才一同喝酒的几只。缠圈哥布林低声说着：“头儿，我们应该干得不错吧？”努尔点头道：“还行，要不我们几个直接把他弄死。”缺耳朵哥布林说道：“唧唧歪歪那么久，我都看得不耐烦了。不行，在哥布林王的统治下，努尔不能破坏巢穴内不能互相残杀的规则，直接或者派小弟杀掉独眼。王可能会因为他的特殊而留他活口，但他不敢赌琥珀不会被再次扔进配种洞里，所以他才亲自激将挑衅，让独眼尽快主动出击。独眼不纯，又比一般的哥布林更善于隐忍，寻常的激将法，比如当面挑衅我就是挖了你眼又怎么样？你有能力来当面弄死我啊？可能不仅不会起作用，甚至会让他决心隐忍更久。
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努尔可不想给独眼这种主角模板，他干脆用了上辈子看过的绿茶话术，与小弟互相配合，就是为了狠狠的恶心独眼一把。如果独眼的仇恨只针对他本人，努尔其实并不想如此犯贱。说到底，他潜意识里仍无法彻底认同哥布林的身份，也无所谓这条贱命。但既然涉及到琥珀，那他绝不能放任独眼这种随时会被刺、不稳定的危险源存活太久。努尔看着几只哥布林说道：“接下来的事和你们没关系了，由我处理就行。你们以后跟着我好好干，少不了你们的好处。”说罢，他给每只哥布林发了数枚银币。小弟们谢过离去后，努尔随手一搓，远处的火把上放了一只银币，火光弱了一些，同时火焰凝聚成一团，出现在了他的手上。他很期待与他实力有着巨大差距的独眼接下来能整出什么花样。今天的课程结束了，老夫所知道的水相关法术已经全部交给你了，明天开始冰的。哥布林王起身后，冷冷的眼眶里，他的手是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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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得瞟了努尔一眼，什么恶魔果实，小子，编故事诽谤老夫，不要太离谱。努尔陪笑道：“巫王还是一向明察秋毫，我甘愿认罪。我的意思是，下次编好点。哥布林王靠恶魔果实才重振雄风的谣言，都他妈传到老夫耳里了，你以为我没说？我不敢活剥了你的皮。”哥布林王霸道：“我看你才天生不行，不然怎么到现在还是个雏？禀告巫王，罪臣知错了。至于雏的问题，这只是因为我向您学习，决定和您一样一心一意，遇到能互相喜欢的，能处一辈子的再说。”努尔一本正经的：“你瞎扯道！”这给哥布林王气笑了。老夫与爱妃那是可遇不可求，你能有这运气，你不会以为除了你母亲会有第二个女人主动爱上你？这头哥布林，你小子就做一辈子的白日梦去吧。努尔没再回答，只是嘿嘿一笑。他和哥布林王都心知肚明，巢穴内天生脑袋聪明或自带稀缺天赋低哥布林确实很少。这些忠诚的跟随着哥布林王的高级哥布林们，基本上都是从广大低级哥布林、大哥布林中培养起来的，当然不是随机抽取，一般都是有明显贡献的，如劫掠有功或者被王注意到的有点特殊的家伙。哥布林们也没有能提升智力、体力等素质的灵丹妙药，培养出这一大堆高级哥布林或特殊哥布林，将巢穴管理的井井有条的决定性因素是上位种族哥布林王本身的特殊性。哥布林王自带天赋，统治的哥布林族群中，所有个体智商获得中幅提升，且与哥布林王签订契约的哥布林能获得进一步的身体属性全方面的提升，并有不小概率当场获得稀缺天赋，比如哥布林萨满、哥布林骑士等，更容易进化成高级哥布林。代价就是脑子里只剩下是死效忠哥布林王，效忠族群的观念从此不近人情，六亲不认。换句话说，这些签订了契约的哥布林在获得了力量的同时，全被吞噬了，被哥布林王死死地控制在了手里。当然，哥布林王没有与努尔签订契约，不过就算签了，他的逆天能力对努尔也完全没有影响。一方面，虽然目前努尔仍是低级哥布林，但他拥有哥布林王天赋，王无法被王统治，故自带一定的抗性。另一方面，努尔是异世界转生者，自带上辈子的成熟头脑，这种思想控制对他而言，不说影响甚微，至少也是皮肤汗数。王并不知道努尔的转生者身份，认为是他哥布林王的天赋所致，所以才能完全抵抗他的能力。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巢穴内最可能叛变的，除了喜欢整天发脾气、发牢骚的低级哥布林与大哥布林，就是努尔。我对琥珀的好，才是王决定留下我的真正原因。努尔盯着哥布林王离去的背影想着，哥布林王认为他和一般的哥布林不一样，知恩图报才没有选择立刻结束他的生命，消灭潜在威胁。所以哥布林王，我希望会亲自当他的老师，给他和琥珀最好的生活条件，全力支持他制造火炮。我这被其他哥布林叫做义子，不是没道理的。努尔自嘲的想了想，和从刚才就一直躲在小房间里，现在才把小脑袋探出来的精灵少女琥珀打了声招呼：“妈，我出门了。”琥珀微笑着，轻启朱唇，小小的虎牙看着格外自在。努尔剔着牛奶和粥，走进了热闹的配种洞穴附近的隐秘岔路。他走到岔路尽头，一扇锈气斑斑的铁门前，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淫靡的气味。这里没有哥布林看守，铁门上的石锁也没有锁住，随意就能拉开。这里住着被哥布林俘虏、劫掠的女人们，当她们不在配种洞穴工作，也没有怀孕待产时，就会在这里休息。在偌大低哥布林巢穴里，这种地方不止一处。努尔叹了口气，拉开铁门。洞穴内躺满了白花花的、双眼无神的虚弱女性，有着毛茸茸的尾巴与耳朵，尖耳朵的兽人，尖耳朵的金发精灵，身材矮小、体型娇小但很结实的矮人，还有大量人类，他们全被施了控制术。很多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坏掉了，有些人的身体甚至还没有得到及时的清洗。努尔沉默地抬起右手，抓向空中，很快便在手心凝聚出一团纯净的水球，水球迅速旋转，直到质感转变成凝胶状，然后射向了一个女性的身体，开始帮她擦洗。他就这样指挥着水球，一个个的帮忙洗澡，就像洗着一具具会动的尸体。随后，他开始蹲下，依次喂每个人牛奶和稀粥。当他喂到一个散着黑发的猫耳萝莉时，努尔有些意外地发现，这孩子还很有活力。他本能而贪婪地吸着牛奶，睁开双眼，有些懵懂地望向努尔，有着红宝石颜色般的双眸。这孩子如果及时带出去，应该还有救。努尔刚这么想，就看着猫耳萝莉对他露出了热情的笑容，歪着脑袋用猫耳朵蹭了蹭他的手。随后，他就条件反射般的四肢趴在地上，将后背转向努尔，形成了一个不太雅观的姿势。努尔呆住了。他感觉自己的心里就像被狠狠地撕开了一道口，涌现出无穷的悲哀。他半是劝告，半是自言自语般地说：“不是只有通过出卖身体才能获取食物。”鲁尔自认为不是圣母，他只是因为上辈子残存的人类社会的道德影响，还有对自己母亲遭遇的将心比心，才来帮助这些受害者。也正因为他不是圣母，所以他不可能救女人们出去，或者干脆给一个解脱。这毫无疑问是违反哥布林巢穴的规则的。一旦违反规则，他即使能勉强逃得性命，也无法保证琥珀的安全。还是目前的自己太弱了，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就能够解脱。
他就敢正面对抗哥布林王，对抗整个哥布林巢穴。努尔不禁苦笑了一下。平心而论，哥布林王是他的老师，也没亏待过他和琥珀，而他确实不是什么恩将仇报之辈。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努尔想继续说些什么，又有股深深的无力感。他最只是摸了摸猫耳朵里的脑袋。等我一阵，我会带你离开的。哥布林王看着他，